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我们是继续来到农村里面，带大家去看一些闲置的房屋的。那我发了很多闲置房，大家都说有的房子地理位置确实挺好的，宁愿发个几十万，也想到农村里面去隐居居住养老。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距离县城将近也只有1公里左右。那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？我们都知道，再小的县城，一般的房价呢都是在3000多、4000左右。像我们这个小县城呢，大概是3500到4000左右的一个房价。一套房子呢，将近就是40多万，加上装修60-70万左右，能够买得下一套商品房。那在县城周边，像拥有一块500来平、600平的地，加上一栋房子，可能呢10多万就可以解决了。那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刚好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。房子呢是独门独院，一栋木房，现在呢住着一个老人，距离城边很近，然后有一条小路可以开车进来。现在呢我们就近距离来看一下这栋房子。房子的斜对面是有座寺庙的，建在半山腰之上，从镜头里面都可以看得到。在下方呢是有条公路，底下还有些房子，然后那边呢基本上就是城边了。这边属于湘西州花垣县，是一个边陲小县城，距离贵州还有重庆都非常的近，也是沈从文所写的那一片边城所在地。然后这边的县城靠近张家界将近有100公里，靠近凤凰有70公里，靠近芙蓉镇有60公里，靠近矮寨大桥只有20多公里。县城里面呢是有机场的，有通往北京、广州、上海、杭州、福建的。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前面，整栋房子的占地面积将近有700多平，很宽整个这一块都是他们家的宅基地。然后进来的这条小路呢是没有硬化的，但是铺了砂石， SUV 还是比较好走的。门口特别的空旷，然后整栋房子呢背靠着这座大山。房子的周边有些竹林，还有些乔木。整栋房子呢被这些大树给包围着，远远的呢在马路上是看不到这栋房子的。然后房子门前视野开阔，在外面呢有些稻田，还有些土，这些土呢都是这个老人家在这边种的，打理的是干干净净，杂草都没有一根。马上呢播种玉米了。然后那边呢还有一小片的桃树，对面呢是一座笔架山。看房子之前我们还是看一下房子周边的地形。青山环绕，门口的这块稻田将近是有5-6分地左右，每年都会种一些稻谷。老人家已经打好了除草剂。然后在门前的区域还有留了菜地，里面呢现在已经种上了一些辣椒苗。老人家是非常勤快的。那边呢种的有些豌豆苗都还空着，里面呢长了很多杂草。房子通水通电，在院子门口这里有一株电线杆，专门呢是为他们家供电的。然后我们就一个镜头走进这栋房子，仔细来看一下。这边距离主路将近是有300米左右，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，步行走出去就有公交车可以到县城里面的，2块钱就可以进城了。然后这栋房子喝的呢也都是山泉水，水资源呢也是非常不错的。这个老人家特别的勤快，从山里面呢砍了很多木柴，然后全部劈开了堆在这边，到冬天的时候可以烧火取暖的。房子的周边都是一些
大的灌木丛，还有小乔木，那边呢还有些枇杷树，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田园风的那种小院。院门口呢有个院坝做了樱花，外面呢就是菜地，特别安逸的。然后绿树成荫，门口的位置还有一株桂花树，枝繁叶茂的，每年呢应该都是开着花。然后这边还有棵梨树，此刻呢也开了花。那边还有些小一点的灌木类的。这里面是一个小鱼塘，很小，目视下只有10多个平方，但是呢水很浑浊，里面是有鱼的哦。刚刚我来的时候都看到好几条鱼呢，那里面还有条红色的，应该是鲤鱼还是鲫鱼，就在那个位置。哇，这密密麻麻的有很多那个小蝌蚪。看这个鱼塘老人家没放什么水，基本都干了。这里面还有一条红鱼呢，水很浅，看。平时在这里住着一个人，特别的安静，养点鱼，养点小猫小狗，几只鸡鸭，非常安静的一个生活。这个小鱼塘呢很小，将近也就10来个平方，然后呢是个不规则的形状。其实可以给它清理出来，旁边呢再围上一些砖块、混凝土，重新做一下，我觉得给它挖深一点会更好。那房子的整个背后呢还很宽的地，我估计6、7百可能都不止哦，可能有2亩多地啊。然后这边呢也是堆了很多木材。房子呢是典型的苗族建筑风格，3开间的木房，然后中间呢是大门，两边是卧室。装修呢还算可以，都是木板隔开的。楼层高度将近有3米多，上面呢盖的也都是本地的青瓦。像这样的瓦片2、3年需要检修一次就可以了。当然，这栋房子的屋顶呢是有一点点凹凸不平，说明整栋房子它的这个领子楼枕都是有点变化了。然后门口的位置贴了对联，还有把门将军。整个房子呢是有4个房间加上一个客厅，旁边呢还有一个杂物间。这个地方呢应该是养鸡养鸭的一个鸡圈。那里面呢是旱厕，因为老人家是不在家，我们也不方便进到房子里面去看，大门呢都已经上了锁。下次有机会我们专程过来拜访一下这个老人。整个院子呢我们也看了一下，院门口的这块区域呢完全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，将近有100来平左右，还是挺宽的。然后门口的盖檐位置呢地势也比较高，平时屋檐滴水是流到院坝里面的。这边呢还有个风车，在农村里面基本上这是必不可少的，每年收稻谷收玉米，这个风车都用得上。然后这个杂物间呢也是木质结构的，里面呢现在是养了一只大白鹅，在里面不出来了。然后这块位置还挺宽的，其实给它完全清理出来是个非常好的菜地。最喜欢他们门前的这个院子了，特别的开阔。对面的笔架山也是特别的漂亮，对不对？对面的那座庙宇平时还是挺多人去祭拜的。我的车呢是停在那个位置，然后是步行走进来的。那刚才我们在视频最开的时候就说过了，像在农村
花个10多万、20万左右，就能拥有这样的一个院子。大家觉得到底划不划算？到底合不合适呢？在视频的开头我就说过了，这样的小县城买一套商品房将近是6到70万左右。那在城边买这样的一个院子，将近2亩地，应该20万左右能够拿得下来。这个时候我就想问大家了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是怎么去做选择呢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留言。那你们觉得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院子怎么样呢？好了，朋友们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